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条我最近非常喜欢的北加州森林骑行路线。这条路从 Boulder Creek 镇出发，一路骑进 Big Basin 红山森林公园。虽然单程只要14公里左右，也就是5英里左右，听起来并不长，但它的体验感真的非常特别，因为这不是一条刷速度的路线，而是一条真正让你进入森林、走进山里的路线。整个骑行的核心路段是 CA236，也叫 Big Basin Way。如果你骑过弯曲的山路，你会发现很多路线都是短坡很陡，车很多，节奏被打断。但这条路线完全不一样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连续、稳定、缓慢的爬升。它不会突然遇到特别夸张的坡，但你会发现一直在爬。这条路线特别考验耐力，尤其是在后半段，海拔慢慢升高之后，双腿会开始有明显的感觉。但与此同时，周围的环境会让你觉得特别值得，因为一路上基本被红杉森林包围，很多时候你甚至听不到城市声音，只有风声、人推声，还有树林里的鸟叫。尤其是早晨骑的时候，空气很凉，阳光从红杉树顶穿下来，真的会有一种这里不像加州，更像电影场景的感觉。我觉得这条路线最迷人的地方就在这里，它不会给你那种征服超级陡坡的成就感，但它会给你一种慢慢深入森林、慢慢离开城市的沉浸感。而且对于训练来说，这条路线也非常优秀，因为坡度稳定，特别适合做耐力训练。当然，这条路线也有一个缺点，那就是回程虽然大部分是下坡，但 CA236的坡道很多，这些区域路面比较窄，所以高速下坡一定要控制速度，尤其是周末，会有游客车辆进入 Big Basin 区域，安全还是得第一位。总的来说，如果你喜欢森林骑行、长距离爬坡、安静山路，或者想找一条真正有北加风味的道路，那么 Boulder Creek 到 Big Basin， 我觉得非常值得体验一次。好了，这次的骑行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也骑过 Big Basin， 或者还有其他值得推荐的湾区森林路线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接下来聊一聊湾区本周的要闻。2026年5月的第二周，到底发生了哪些可能真正影响我们生活的大事？这一周的信息量非常大，从特朗普高规格访华、硅谷 AI 裁员潮，到 IRS 可能的大规模退税，再到湾区住房问题和即将带来的极端热浪，可以说每一件事都和我们的工作、资产、生活成本，甚至未来的方向有关。尤其是在2020年这个时间点，很多人已经开始明显感觉到，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重组阶段，世界关系正在重组，科技行业在重组，就业格局
在重组，甚至连普通人的生活成本也在重新定义。今天我们就用10分钟左右时间，聊聊本周最值得关注的5件事。第一件事，特朗普即将展开的访华行动，这可能是今年全球最受关注的一次国际访问，因为这次去的不只是特朗普本人，真正引发外界震动的是随行的商业代表团。根据目前披露的信息，这次同行的名单几乎像一场美国顶级企业 CEO 峰会，包括特斯拉的马斯克、苹果的库克、OpenAI 的奥特曼，以及黑石集团的苏世民。除此之外，金融、半导体、支付、航空等行业的大量高管也都在名单中。为什么这个阵容这么重要？因为它释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：美国现在的核心的战略重点已经重新回到了经济和产业竞争。过去几年，中美关系经历了很多冲突，贸易战、科技限制、芯片封锁、供应链脱钩。但现实是，全世界经济仍然高度绑定，尤其对于美国大型企业来说，中国市场依然无法完全替代。所以这次访问表面上是外交，本质上更像是一次大型商业谈判。外界普遍认为，双方会重点讨论人工智能监管、芯片与供应链问题、大型采购协议以及未来贸易架构。还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，就在访问前夕，中美执法部门突然联手展开了一次跨境扫毒行动，多名涉嫌芬太尼走私的嫌犯被逮捕，涉及美国和中国多个地区。这个行动虽然看起来是执法行为，但背后其实是外交信号，因为在过去几年，芬太尼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冲突点之一，而现在双方开始合作，意味着至少在部分领域，关系正在出现缓和迹象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全面转暖，但至少说明双方都意识到彻底对抗的成本太高。第二件事，硅谷 AI 裁员潮继续升级，这次的主角是互联网巨头 Cloudflare， 公司正式宣布裁员超过1100人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新闻时，第一反应是又有一家科技公司撑不住了。但这次其实不太一样，因为 Cloudflare CEO 表示，这轮裁员的核心问题不是收入下滑，而是 AI。他说，过去几个月，公司内部 AI 智能体使用量暴增超过600%。什么意思？简单来说，以前需要大量员工完成的工作，现在 AI 可以快速完成，包括代码生成、数据分析、客服处理、内部运营、财务管理，甚至很多跨部门任务 AI 已经能直接自动执行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科技行业正在进入一个真正的职业结构重组。过去几十年，互联网公司最重要的资源是人，谁能招更多工程师，谁就扩张更快。但 AI 出现后，
逻辑开始变化。未来很多公司比拼的可能不再是员工数量，而是 AI 系统效率。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出现一种迹象：收入没暴跌，利润没崩，但员工开始减少。而更有意思的是 ，Cloudflare 给出的赔偿其实非常优厚，部分员工工资会直接发到2026年底，但资本市场依然不买账。信息公布后，股价暴跌接近18%。为什么？因为投资者现在其实也很焦虑。大家都知道 AI 很强，但没人知道未来到底哪些公司会真正赢。第三件事，很多美国纳税人可能会收到 IRS 的退款支票。这个事情非常值得关注，因为涉及的人可能达数百万。事情的背景是，联邦法官最近做出裁决，认为联邦在疫情灾难期间 IRS 不应该向部分纳税人收取某些罚款和利息。时间范围是2000年1月到2023年7月。很多人在疫情期间因为收入变化、报税延迟、现金流压力，被 IRS 收取了各种 penalty， 而现在的法院认为部分收费可能不合理。重点来了，这笔钱不会自动退，很多人看到这里一定要注意，你必须主动申请。目前信息显示，符合条件的人需要通过提交843表格申请退款，而且截止日期预计是2026年7月。为什么这个事情重要？因为很多普通家庭这几年其实一直承受着高通胀、高房租、高保险、高贷款利息，哪怕退回几百美元，对很多人来说都是真实的帮助。尤其是小企业主，可能涉及金额更大。所以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在疫情期间缴纳过相关罚款，真的值得去查一下 IRS 账号，或者咨询税务顾问。第四件事，半月湾通过老农工廉租房项目。这个新闻可能不像 AII 或者国际政治那么轰动，但它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因为它直接反映了湾区最真实的社会矛盾。项目内容很简单，当地政府决定把2块市中心土地以每年1美元的象征价格租给开发商机构99年，然后建设10套完全可负担住房，专门提供给老年农工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半月湾周边农业非常发达，大量农工长期生活在那里，但过去多年，他们的居住条件一直非常差。而真正推动社会反思的是2023年半月湾枪击案。当时案件曝光后，很多人第一意识是，原来这些支撑农业系统的人居住环境竟然如此恶劣，有些甚至长期居住在临时工棚里。所以这次住房项目其实已经不是房地产问题，它更像一种社会补课。虽然项目也曾遭反对，包括建筑高度争议、社区压力、财政问题，
但最终议会还是通过了，因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，如果一个地区只剩高收入科技人群，整个社会结构其实会越来越危险。第5件事，加州极端热浪正在到来。根据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，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达到114华氏度，这已经不是普通夏天，而是典型的极端气候。虽然湾区沿海会凉爽一些，但内陆地区温度依然可能明显升高。而高温背后还有另一个让人头痛的问题：油价。最近国际形势持续紧张，中东问题导致能源市场波动明显，很多美国人现在的直接感觉就是加油越来越贵。因此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考虑暂停联邦汽油税。目前联邦汽油税大约是每加仑18.4美分，虽然看起来不算特别高，但对于每天长距离通勤的人来说，长期积累还是很明显。目前已经有部分州率先行动，比如乔治亚州、犹他州等。当然，专家普遍认为，暂停汽油税无法真正解决能源问题，但至少能暂时缓解生活压力，尤其是在高温季节，空调用电、出行成本、家庭支出等会同步增加，所以很多普通家庭每年夏天的压力可能会明显上升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周最值得关注的5件大事。你可以发现，这些新闻虽然看起来彼此无关，但背后其实都指向同一个趋势。2026年，整个社会正在加速重组， AI 正在改变工作模式，全球关系正在重新平衡，政府开始重新调整财政与能源政策，而普通人则必须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生存成本。未来几年变化可能会越来越快，所以比起焦虑，更重要的是保持信息敏感度，提前理解趋势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期内容对你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你怎么看 AI 裁员？你觉得 IRS 退款会真实落地吗？或者你是否担心今年夏天的极端高温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